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首先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那么道指呢，在昨天晚间低开到达33000点附近之后，成功再次开启了反弹。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呢，道指出现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在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过程当中，成功站稳了144均线和169均线，并且呢发生了突破和反转，站上了33000点。那33000点呢，是由前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筹码中枢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非常关键，一旦发生突破呢，很容易到达34000点附近，到达这个位置上方就容易在日线级别上出现4次的位于34000点的等位置波峰。等位置波峰一旦出现，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就容易出现新高。那么美股和比特币正在从之前的比特币单独上涨进行到现在的同步上涨，从背离到同步的现象已经开始发生，并且不断的发展。在经历了20个交易日的调整过后，我们看到这轮调整走势非常震荡，原因是前面在低点144均线和169均线受到支撑之后，完成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在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就容易走4小时级别到小日线级别的震荡。那么这轮震荡持续的时间是20个交易日，在20个交易日当中，我们看到它的结构从最开始的收敛三角形接近交点发生突破之后，形成了一个箱体结构，在箱体结构运行过程当中，始终处在一个上边线的一个范围做震荡，最终呢，它出现了一个窄开口的运行时间更长的收敛三角形。我们之前行情分析当中提到了首先这个位置在日线级别上在4小时级别上有144均线作为支撑。第二点呢，随着它的震荡震荡的时间长度足够之后，会形成一个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行情，最终呢发生突破，然后呢会出现一个新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当中的悟空阳线。那么截止到当前呢，这根悟空阳线在4月10日凌晨已经出现了。那么日线级别悟空阳线出现之后呢，就容易走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前面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它的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并且成功站上了19500美金，形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调整之后呢，出现了1月20日的这根第二个悟空阳线，但是第二个悟空阳线并没有完整的运行完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最终呢被空头消灭了。那第三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启动于312这一天，然后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到达28500美金附近，然后经历调整过后，今天早上新的悟空阳线再次出现。那么我们预判本轮行情再次出现一轮新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概率非常高。同时呢，在周线级别，我们看周线级别这个位置上周线级别悟空阳线走出来了，走八阶阳线和沙僧阳线。那在沙僧阳线过程当中，上方遇阻于周线的169均线，在这里遇阻之后反复震荡，最终的发生突破。那么本周的行情是多头行情当中的一个周线级别的唐僧阳线，那目标点位是在32000美金。那么这轮行情一直给出的策略是在小日线级别和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附近埋伏多单。那么目前来看我们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行情已经最终经历了20个交易日的震荡之后，走出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那么多头目前正在周线级别的唐僧阳线上不断发育那么目前呢依然是一个多头行情。那么昨天抖音平台也是对接了金色财经比特币行情的一个界面我们在抖音平台上已经可以看到比特币的行情了。那么目前来看，比特币依然是多头行情主流币当中的龙头老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以太坊对标比特币正在处在一个日线级别下跌的过程当中。那么只要它不重新站到0.067那么它的下跌趋势依然会持续。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以太坊对比特币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八阶阴线和沙僧阴线，那么行情可能会走出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是有一个压力的，这条压力线呢来自于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压力，那么就有可能走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到达0.054到0.058这个区间。
那么这个指标呢，意味着以太坊目前相对于比特币是弱势的，但是以太坊本身的价格呢是在上涨的这并不矛盾，只是上涨速率发生了一定的减缓。那么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以太坊这轮行情突破箱底之后，在箱底上边线做震荡，震荡完成之后，它早在4月4日就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突破性阳线出现之后，目前正在走八阶阳线组和沙僧阳线组、唐僧阳线组，最终呢可能会完成新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同时呢，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上方最重要的阻力位就在$1950附近，这是周线级别144日均线构成的一个压力。但是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对于以太坊来说，它已经走出了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八阶阳线组，目前正在沙僧阳线。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未来突破1950之后，可能会到达目标点位$2000附近。那么带领会员群朋友这轮行情做了 SXRP 也有 OJ， 但回头来看目前走势非常稳的是我们早在3月份提出的 CFX。那 CFX 呢，目前依然是龙头板块当中的香港板块当中的龙头币种，这轮行情当中走势非常稳健首先呢，我们看到它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修之后，做了一轮日线级别的调整这个是合约我们调到现货行情当中CFX 编的现货因为编的现货比较全我们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上涨修完成之后，做2轮日线级别调整过程，然后新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修到达目标点位0.48，到达这个位置之后重新做了一个4小时级别下跌修做调整过程，调整之后呢，最终我们看到横盘震荡形成了一个新的收敛三角形。收敛三角形呢是由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在这个收敛三角形过程当中，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支撑。那么这轮行情 CFX 跟随比特币的效应非常浓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CFX 涨了15%，那么比特币接近4.6几乎是比特币涨幅的3倍所以呢 CFX 是跟随比特币行情的。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上方出现了44的$0.4的等位置波峰之后，非常容易出现一个新高。同时呢，目前也是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形成收敛三角形近焦点的这个区域，所以呢，行情在这个位置上启动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看到每次启动之后特别是有悟空阳线之后 ，CFX 非常容易出现连续上涨，形成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目前对于今天来说 ，CFX 已经重新启动了一个悟空阳线，上方就有可能走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我们之前给出的目标点位$0.7不变。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 CFX 走出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沙僧阳线之后，上方等待我们的是周线级别的唐僧阳线，也是我们大幅可以吃肉的一根阳线。除了紧跟比特币的 CFX 走势较好之外我们今天早上也看到了 SXRP 把这个 K 线调出来，我们再看在震荡过程当中，我们看到 SXRP 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修之后它正在做的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在4小时级别调整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波峰连线下跌过程当中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非常窄的收敛三角形。我们认为窄的收敛三角形在下跌过程当中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是变盘的这个位置，如果能够成功站上$0.6之后它容易走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这里的反弹呢是与下跌的过程当中的3轮4小时级别下跌相互对应的。同时我们看到上方$0.66上方是有一定的支撑的，这个支撑呢源自于3月份震荡过程当中的一个筹码密集区。那么 SXRP 呢是一个极端行情，那么在这个极端行情当中，它代表了一个支付板块龙头币种支付板块当中的龙头币种。那么它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做了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调整。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调整之后呢，有
根据我们 K 线吸收战法，有小线级别到4小级别的反弹，这里反弹如果能够成功启动的话，非常容易看到一个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有了悟空阳线之后，它的新的一轮行情有可能会出现。同时在 SXP 这里，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它有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有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是一个多头标志性的信号。虽然目前来说啊，它最近一轮行情当中，上周调整非常巨大，达到了35%，并且本周接力式调整了一些，但是在周线级别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我们依然判断对于 SXP 这种强势币种，庄家超级主力啊，主动控盘的币种啊，也非常容易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行情。这种行情呢，会类似于 CFX 的周线走势，所以呢，要重点关注一些。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K 线吸收战法》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